朱祁镇没有教会朱见深任何东西，因为他自己也没学会。一个没有被好好爱过的人，怎么可能教自己的孩子什么是爱？情感上的学习是最忠诚的遗传。1457年，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，朱见深重新被立为太子。这一年他10岁。你以为日子从此好了？没有，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朱见深在那些被废弃的岁月里落下了一个毛病，口吃。对，这位未来的大明天子说话结巴，不是天生的，他的口吃是心因性的，是那些年的恐惧、压抑和不安全感堆积出来的。心理学上叫应激性语言障碍。通俗一点说，一个孩子长期活在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恐惧里，他的语言系统会出问题。因为语言的前提是安全感，你得觉得这个世界是安全的，说出来的话是会被听见的，你才敢说话。但朱见深在那些年里学到的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不安全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你随时会被抛弃。所以他的身体替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不说了，或者说说不出来了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皇帝坐在朝堂上，面对满朝文武，他想说话，但字儿从嘴里出来，磕磕绊绊，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。那些大臣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不是因为敬畏，是因为尴尬。一个口吃的天子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过。朝堂上的每一次发言，对他来说都是一场酷刑。你知道口吃的人最怕什么吗？不是说不出来，是说不出来的时候，别人的眼神，那种眼神里的东西，不是嘲笑，不是同情，是更可怕的东西，是有一丝的不耐烦。他坐在龙椅上，嘴巴张开了，声音卡住了。下面几十双眼睛看着他，那些眼睛在说：陛下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他想说什么？他想说的那些话，从来都没有说完整过。所以他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依赖身边那个不需要他说话也能读懂他的人。万贞儿不需要他说完一句话，万贞儿只需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因为他从2岁起就在他身边，他的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呼吸的节奏，他都读得懂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不需要你开口就能懂你，而你偏偏是个说话都说不清楚的人，你怎么可能离开他？1464年，朱祁镇驾崩，朱见深即位，成为大明第8位皇帝，年号成化。这时候该成化斗彩鸡缸杯登场了。国宝王人手一件的鸡缸杯，是朱见深先生送给他万阿姨的礼物。这一年他17岁，17岁的新皇帝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封赏功臣，不是颁布新政，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立万贞儿为皇后。当然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，理由堆成了山。她是宫女出身，她比陛下大17岁，她不符合皇后的任何一条标准。朱见深退了一步，好，不做皇后，那就做贵妃。万贵妃，大明朝最特殊的贵妃，没有家世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青春，没有美貌，有的只是一个孩子对她长达一生的近乎本能的依赖。后来朱见深立了吴氏为皇后，但吴皇后做错了一件事儿，她惩罚了万贞儿，打了她。具体原因史书记载不详，但结果非常清楚。朱见深暴怒，他废了吴皇后。对，1个月，当了1个月的皇后就被废了，因为他动了万贞儿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在朱见深心里，
万贞儿的位置比皇后高，比任何女人都高，比后宫的一切规矩都高。你碰她，就是碰我的命。这不是宠爱，这是一个被创伤绑架的人在保护自己的唯一的安全感来源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觉得挺感动的。一个被命运反复伤害的少年和唯一守护他的女人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如果故事就此结束，该多好。但不会，因为权力这个东西会扭曲一切感情。